谁才是黑社会？谁在栽赃？谁在陷害？负责任的检察官被撤下，换上一位无视法律的合法的辩护律师被打成黑社会，定案的证据经不起推敲，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，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。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，是因为什么？着急吗？还是被人买通了？我还在为万海辩护期间，每次约见万海，他都是非常积极配合辩护的。直到去年6月，突然改变了主意，认罪认罚，并且提出要更换辩护人。你说我今天跟刑侦查供出来了，这过去多长时间了？这案子让你办的半拉开，行，不怪你。我知道这件案子推进起来是没有之前想象的那么好，但是我也尽心尽力了。你不能说现在，等会儿。你嘴怎么了？你让万红谁打你了？律师费给你结清楚了，能走多远走多远。有人威胁你了是不是？我卡的。我本来以为积压了1年半，心态崩了也正常，想过一段时间再跟他聊。结果我竟然被补充成了黑社会骨干成员，但我的办公室被警方给带走了。我建议你赶紧撤出，既然万海都这么说了。至少他是放弃抵抗了，你就不要再死扛了，好不好？我跟你说话，你听见没有啊？而且后果可能比我们想象的严重的多。我知道这事是有点危险，但是我要是退出，万海就完了。哎呀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考虑这个？江队，有事吗？张文京，公安局的，你涉嫌参与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。现在依法对你进行逮捕，请你配合，这是逮捕证。什么意思啊？江队，你们是不是搞错了？没有证据，没有调查，怎么能正式逮捕呢？不要，你也是律师，如果没有证据，检察院会批准逮捕吗？请你想清楚。放着。干什么呀？看我了吧？你要干什么呀？你想干什么，江红军？张文京。回去之后有你说话的机会，还有你们几个啊，你们这是知法犯法，再妨碍我们的行动，会对你们进行口头传唤，听得懂吗？放着！他们为了给我罗织罪名、伪造证据、定我的罪，不就是因为我阻拦了他们办万海吗？他们，你指的他们是谁？东平市公安、东平市检察院，还有真正的黑恶势力，他们要害死万海。要害死我！你说清楚点，谁是真正的黑恶势力？我不知道，我一直在想，反反复复的在想，如果一个地方，律师因为履行辩护权，却被掌握司法权力的人反咬一口，这个地方还有正义可言吗？到目前为止，你都在下断语做结论。张文京，你很清楚，法律不是喊话，是讲事实、讲实据。如果你有关于东平市公安、东平市检察院违规违法的证据，拿出来。如果没有，不要妄自推断。我根本来不及搜集证据，就被他们带到这儿了。如果你可以对涉案的所有细节重新梳理，自然会找到证据。如果万海的案子不成立，那么我的案子也自然会被推翻。当然，如果你跟他们一样，已经认定万海案是一个确凿的、不容置疑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，那我们就没有继续聊下去的意义了。跟这种人，你还能真动气呀？不应该。哎，郑主任，不好意思啊，刚才有点着急了。这种人就是个送棍。谢主任，咱们要学会提取意见，无论是有利的还是无利的，都要提起。对，您说的对。回去呢，我们再做做功课，一定不让。万海可以见吗？都安排好了，现在过去吗？去。
那你知道张文静给了他什么好处吗？那肯定得上价值啊。那你给了张文静什么好处？钱呢？给了多少钱？几次？哪几次？每次分别给了多少钱？反正给的挺多的，就这钱来得快，他花的也快。我这人呢，本身就大手大脚的。万海，我们查了张文京的银行流水，在他的账户里没有大额款项入账的记录。那个各位领导哈，我这么说哈，就是我给的都是现金，就我这么说，你就是能明白哈。那个各位领导哈，就是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，就你们这个效率能不能高一点？你说我认罪认罚态度这么好，我就盼着早点判刑，早点服刑，我早点出去。这都晃的，真是脑瓜嗡嗡的。我这行了，坐下。今天先到这。好，我呢？这次是跟省里边指导组来的，就是你们东平这块呢有一个很小的一个案子，张文京案，当庭海员那个。你知道这案子的主办检察官是谁吗？哥吗？他被换了。啥时候？3年前。为啥？不知道。但是你想想这事儿，哥，一个被冻在铺上，一个当庭海员，同一天，你不觉得这事很奇怪吗？哎，许学，你人在哪儿呢？我在我嫂子家呢，我来陪陪她。洪亮是不是也在？我跟你说了多少次，不要擅自做与你岗位无关的工作。你是听不懂我的话呀，还是不想听？他才到啊！听我解释什么？你怎么那么不让人省心啊？许学，人家是同学，人就不能……别跟我废话了，赶紧回到你自己的岗位上。谁呀？我们局长。咋知道我来了？是不是很奇怪，哥？你说你才来，我们许局怎么就知道了呢？哥，你真得跟我去趟永庆河。我来你嫂子家，局长都知道了，我再跟你上什么河去？那多吓人！不是，当然我可不是怕事儿的，但是你是穿制服的，我也是穿制服的，咱们不要给对方带来麻烦。哎，郑主任，这个万海呢，这个认罪态度呢，一直都是挺好的，可就是嘴上没把门。那个张文京可就不一样，纯属有侥幸心理，还有劲儿闹。许局给您打了好，这一看就是典型的宿棍，你知道吗？哎，稍等一下，我接个电话啊。哎，许局，什么事儿这么着急？啊，李检啊，忙吗？我陪指导小组呢，有什么事儿你说。那正好，我长话短说，张文京那个案子，如果你需要补充侦查的话，你尽早跟我说，这样我能多一点时间，省得到时候咱们尴尬。行行，咱们随时保持联系呗。那个没别的事儿了是吧？还有一个事儿，就是你那个同学呀，省指导组的洪亮，我怎么听说他到乔振兴家里去了？洪亮去乔振兴家了？他毕竟是省院市一部的，现在这个案子还没定性，多少有点不合适。行，我处理吧。啊，我得再打个电话，稍等我一下。需要我们回避吗？不用不用。洪亮，你在哪儿呢？外头呢？你什么外头呢？你去老乔家怎么也不说一声啊？我来送个白包来了。你送什么白包？这事儿你也没提前跟我说呀。我也给你补上。这是补上的事儿吗？你以为是送个白包这么简单？但别人不这么看，知道吗？
我告诉你，你是省里边下来指导小组的成员，你也是11部的。老乔这事儿还没定性呢，你就到人家去，那别人怎么看怎么想啊？还有，我告诉你，你已经严重妨碍到我们的工作了。我妨碍你？电话都打着我这儿来了。白包送完赶紧走啊，别磨叽。洪亮，李姐，这个你别误会啊。洪亮以个人身份慰问一下家属，这不违反纪律，更不代表指导小组。那咱们接下来的工作，你看怎么安排？回去继续阅卷吧。哎，先吃饭，先吃饭。都准备好了哈，都在这儿等着啊。小王，技术科呢开始采样，1刻钟以后，你就可以开始进行突审。血家检抓住了，现在同志们的情绪都很高涨，一个个摩拳擦掌的，感觉很快就能把碎尸案拿下一样。你们2位是老同志，对此怎么看？我可没他们这么乐观。人是抓住了，可至少到目前为止，技术科还没有任何决定性的发现。仅凭他教室里有碎尸，不能证明他跟本案有直接关系。说难听点，他要不是沉不住气又跑又躲的，现在可能已经做完笔录回家了。薛家健身上肯定有问题，但现在还只能算是疑点，根本称不上证据。所以咱们现在看似有了重大突破，其实随时有可能空欢喜一场。戒骄戒躁，这是眼下最应该提醒大家的。所以在目前的情况下，由顾开言来审讯徐家健最合适。他比较沉稳，专业能力突出，最重要的是不会被所谓的胜利冲昏头脑，失去对形势的判断。那谁来跟他搭档？按理说应该是魏国平，不过我提议宋哲。虽然人是魏国平抓的，但以我对他的了解，现在也是他最自满的时候。我怕这一点会被嫌疑人利用，反而不利于案件的推进。那就这么决定了，由宋哲配合顾开言。事不宜迟。我估计现在那个薛家健已经在盘算怎么应对审讯了，咱们也抓紧开始吧，以他为重点目标人物，扩大搜寻范围，寻找证物证据，双管齐下，争取在限定的调查时间内取得进展。顾组长，给你泡点花茶没事吧？可以，谢谢。我们这儿条件就这样，您就将就一下吧。啊，对了，这个薛家健的背景资料啊，我看了一下，我觉得还是有突破口的，我帮你整理一下，来作为参考。听见没有？那姓宋的，他自己想和开言搭档。人家是具体负责人，谁跟谁搭档还不是人家一句话的事。这我忍不了，我得跟他说理去。去啊！不是你这是什么态度啊？你这是，我这是为了你争的，我这是。你知道我们3队为什么一直不招人待见吗？就是因为有你这种老滑头，因为有你这样的绝队长，带出了一群刺头。廖局、顾局、吴二，大家都过来一下。今天提前跟大家说一件事情，局里明天会宣布，但是因为案情紧急，就在这儿宣布了。上级已经正式任命吴克同志担任咱们市公安局政委，大家欢迎。
谢谢大家。客套话我就不说了，我就希望能和大伙儿一起把眼前这个案子办好，还受害者一个公道，还宁江一个太平。领导放心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好，下面就请顾卫东同志把下面的工作安排一下。这样啊，顾开言到，宋哲到，你们2个人负责对薛家健的图审工作，有问题吗？没问题。那个3位领导，我有个建议，说。魏国平同志呢，在抓捕的过程中，他的表现确实证明了他能够找到薛家健的热点。所以我觉得他比我更合适今晚的突审。从工作角度呢，我建议啊，让魏国平同志和顾开言同志搭档，请领导批准。我没意见。我同意。那好，就这么决定了。你了解他吗？肯定不了解。我倒是有点了解，不过今天有点出乎我意料。所以你也没想到他会向你喷乙醚？你说谁呢？薛家健啊。我说老宋。还行，挺仗义，也明白事理了。本来啊，人是我抓的，我审天经地义。你看这个姓吴的这位老同志，算了，咱也别背后议论领导。请你把注意力转到工作上来。好，我们就说工作。这个薛家健啊，大学老师，千万别低估他的智商，不能轻视。当然抓的时候是有点慌，但是我很担心这么短时间他已经想好对策了，所以一会儿你听我的，什么都别说啊。我提示你的时候，你再配合我。我会先说骨头的事儿，一敲一个准，你听明白了吗？你怎么了？这次审讯是我们预审科全权负责，你只是辅助。这都是鸡毛，别当零件。我是主审，今天不要提骨头的事儿。那你提什么？我们现在所有的证据，从严格意义上来讲都不能称之为证据，所以我想让他多说，你只需要配合我就行。你师哥这些年还真没有跟过别人的节奏，要不然我不进去了。你得进去，你的作用是给他施加无形的压力。啊，就是不说话呗。对，你最好一句话都不要说，怎么说怎么问，都得由我来。你听明白了吗？薛家健，本地人。对，本地的。一直都住在和平路吗？从小就在。那儿有个和平路小学，你知道吗？我就那儿毕业的。还是校友。哎，你知道上学那会儿最烦什么吗？换座儿，每周都换，还总是把最邋遢的那个换到我身边来。你们那时候也换吗？我就没跟女孩同桌过。比换座更烦的是啥？换教室，大包小包的，贼麻烦。你们现在也换教室吗？和平路小学。宁江医学院。换。
不换。换还是不换？我的意思是，1个学期之内就不换了。那你的教室是固定的？对，还有其他人有钥匙吗？有。教务处、清洁工。也就是说，这些人都有可能接触到你教室里的物品，对吧？对。这需要想吗？我是想回答的更准确一点。警察同志，你们到底在我教室里发现了什么呀？你认为我们发现了什么？我哪知道？不知道你跑什么呀？没有法律说不能跑。那把自己跑出个嫌疑人来，你傻不傻呀？哎，你身上为什么会有乙醚啊？那东西是不能带出教室的。我不小心穿在兜里忘了。不小心？你装乙醚的瓶子不是标准规格，是从其他容器里面倒进去的。你管这叫不小心？是课程需要吗？什么课？哪一节课需要用乙醚？哪一个程序需要这么做？薛家健，回答我问题。好，这样你先回答我问题，接着说。应该是人骨，准确的说是股骨。哦，看得挺仔细，挺清楚，一下就能看出来，是吧？我就是干这个。是干解剖的呀，你还是干碎尸的？魏队，我不明白你在问什么。刚才你不是问我们说，在你教室里到底发现什么？我告诉你，发现就是这个。这骨头为什么会出现你的教室里？可能是教具吧。没用福尔马林泡过的，你直接当教具吗？你糊弄谁呢？这确实看着不像。不像什么？那像什么？装傻！我告诉你，高温蒸煮。高温蒸煮的可以当教具吗？来，你给我解释解释。可以当教具。你再说一遍。高温蒸煮是制作骨骼标本常用的方法，是为了清腐去脂用的。但是我们不常用，是因为去脂不彻底。啊，不彻底。但是你还是用高温蒸煮了它。你为什么把它煮完之后放到你教室里？我没。这一学期的课你都用不着这根骨头，因为你在教的是神经系统。为什么？你把它煮完之后放到你的教室里。我们来到你的教室，发现了这包骨头，然后回头一看，一喊你名字，你跑。不，为什么？这个，你跟我讲清楚。你跟我讲清楚。魏队，你的。你先出去休息一下。走，咱俩一起去休息一下。薛家健，我给你10分钟的时间，你好好想一想魏队的问题。等我再回来，我希望你给我一个真实的回答。
吓着了吗？是以为我动真气儿呢？这都是我们审讯的官场手段，明白吧？别担心，走。不是说好了不提骨头的事儿吗？你不提骨头，人家能把你放在眼里吗？他都不怕你，你心里没数吗？我不需要他怕我。好，来讲讲你需要什么。来，如果他一直处于这种不稳定的情绪当中，怎么保证他的口供的真实性？我要的是确凿的证据，不是被谁下出来的口供。谁要的不是确凿的证据？你认为他现在心态不稳吗？那你就错了。我告诉你，他心态早就稳了。他这个心理素质绝对高于你，那就是见人见的太少，审讯这个场面你经历的也太少了啊！你多学着点就行了，别读书读傻了，明白吗？现实和读书俩逻辑啊。审讯的原则是根据被审问人的供述去进行证据分析，从而判断真伪，而不是提前做个人预判，然后带着这个结论再去倒推。行了行了，别跟我念经，你念经都念得磕磕巴巴的，不要用这种方式来证明你读过书。我们也别在这儿啰嗦，别让人嫌疑人都觉得我们不同意。鉴于目前的状态，先别进去。我什么状态？你情绪很不稳定。我还觉得你情绪不稳。我刚才就说了，我不要进来，非让我进来。哎，头儿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可以啊，头儿，这么快就过安堂了？吃饭堵不住你们嘴。哼！这又怎么了？这是？夫君，有。怎么的？刚吃饭吗？垫吧垫吧。早点歇着吧。啊，好嘞。这段时间大家挺辛苦。好嘞。他怎么了？哎，别介，有什么话就说出来嘛。怎么了？你们觉得这个跟八？没有，我就觉得您姑娘可能对付不了那人。别总那么小看别人，行不行？啊？让预审科全面的负责审讯，这也是局里为了改革的一次尝试。你看看之前几个案子，把嫌疑人这个犯罪的行为以文字的形式固定在讯问的笔录上，预审科这还有手段呢。哎，这点顾局说的对啊！就我这大侄女，在预审方面那是非常优秀的。去，少拍马屁。今天晚上都缓口气儿。法医还有技术部门，我让宋哲去通知他们了。我估计啊，最晚是明天下午会出消息。明天上午呢，您把工作安排一下，把外围的这个笔录，还有我们目前掌握的这个线索证据，都彻底的拉一遍。好，是。对了，郭平啊，这个啊，让老刘带着他们去干就行了。你明天上午呢，跟我去趟白沙宾馆。干嘛？向全省的同志们汇报一下呀！干嘛？师傅，重大突破！来，顾局。你瞧瞧这。师傅，吃螃蟹的人我找到了，但是扔垃圾的不是他。那谁啊？是他们家的小保姆。说重点。小保姆有个男朋友，他俩在约会。重点。小保姆确实没看见什么人，但是她男朋友在楼底下站了2钟头。哎，重点来了。2月24号那天，她男朋友看见了一个推自行车的人，然后把车后面的帆布旅行包扔进了垃圾箱。再然后呢？说完了。哎，你们怎么一点都不激动呢？饿了吧？啊，吃块饼。好嘞。哎，我是不是没说明白啊？非常明白。
你终于找到了发现凶手抛尸的目击者，对吧？对，而且人已经在里边了，正审着呢。什么人啊？那笔录我做过了，这儿呢。说。我看看。哟，这做的不错嘛，国平，你也得表扬表扬人家，是不是？做的不错，做的不错。可惜呀，嫌疑人你师傅今天晚上提前给抓到了。啊？抓到了？你看看。出来！宁乡医学院本校生，毕业就留校，那你学习成绩一定很好。还可以吧。听说学校还让你负责对外的教学展示。对。这么好的前途，为什么要干这样的事情？我承认，是我偷拿了1米。偷来干什么？卖给谁？我还不知道呢，但我知道私下会有人买这种麻醉品，我就偷偷藏那一小瓶是样品。你逃跑，也是因为这事儿啊？如果你换作是我，就因为偷拿了一小瓶乙醚，搞出这么大的动静，你会信吗？不是一小瓶，是一大瓶。我们学校工作太少了，我才鬼迷心窍。行了，学校进了什么药品都是有台账的，特别是这种管制药品，少了多少我们能查得一清二楚。对，学校都有账，你们一查就知道我拿了多少。2月25号你在干什么？一天都要说吗？从起床开始。哦，25号。大概10点半，我就上床睡觉了。这就是我一天的活动。24号你在干什么？从起床开始，一直说到睡觉为止。这就是在肖家健家里发现的菜刀，这上面一点卷刃都没有。别说切割人体了，就做饭都很少用。这应该是把新刀。医学院刀很多，并不一定非用这把吧？对。他上课时候用的手术刀我们一直在收集，但是柳叶刀没办法切割骨骼，而且你们在教室里面发现的那包人体骨骼有锯过的痕迹。所以我建议你们去查一查骨锯之类的工具。要是真骨锯的话，那声不小。要这么说都不是工具的问题了。第一现场可能就不是他那宿舍，那宿舍你想隔音差，还没有下水。加大力度，把医学院咱们再仔仔细细的再摸一遍。那包东西怎么样了？哦，对，到了。你看这刀把新的，这些内裤都是被清理过的，上面根本找不到任何有用的
证据。这么多，这是一个人吗？应该不是一个人，这些尺码和新旧程度都不一样。你们可以去找一下于爱琴的舍友，或者是比较亲密的同学，过来辨认一下，这是不是他的东西？辨认死去同学的遗物，这难为这帮孩子了。我更正一下啊，虽然在尸块附近发现的传呼机是于爱琴的，而且他也正好失踪，但是从严格意义上来说，并不能确定于爱琴已经死亡。他们家人什么时候来？同事了，应该就到了。来，同志，喝水。哎，好，谢谢。坐。哎，稍等一会儿啊。哎，来了。怎么称呼？我张波，贾同志你好。辛苦你。好，那我们走。好。哎，贾同志，这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呢？啊，不会，因为我一会儿就把这门开一道缝。啊，你往里边看一眼，是不是他？你告诉我，他不可能看着你全脸。哦，好，走。等会儿，不能这么认。怎么了？你先带他去休息一下。哎，好。什么情况？这是在公安局，薛家健又是在限制条件下，证人一定会受影响。你这么认，导向性太明显。我导什么向？我又没有跟他说里边是犯人。我觉得看人说的有道理，我时间紧，只能从简。行了。我说不行就不行，挺开眼的。好，好什么好？我说话不好使啊。拿好站好，还是好站好，头抬起来。对，那个把兜拿出来，手拿出来。来排队往外走。来。有吗？有。叫6号。你确定？就是他，那天。看见他把那个包扔到垃圾箱的。谢谢，辛苦，来，去做一个辨认笔录。好，谢。看他腰还撞上，是脑袋疼啊，屁股疼啊，还是半身不遂啊？都不好使了。魏队，技术科那边有电话让你去一趟。你去忙你的吧，我回去做功课，争取把口供拿下。师哥，我之前态度不太好，我跟你道个歉。麻烦你以后在正式的工作场合称呼我的姓名和职务。魏队马上到，咱们开始啊！好。来，同志们，过来。来，过一下。开一个简短的碰头会，啊，昨天呢，我们成功的抓获了犯罪嫌疑人，而且找到了指认薛家健抛尸的目击证人，还有他藏着的呢这个女性的内衣。这是截至目前为止啊，我们取得的最大的收获。经过连夜的突审，我们也发现了，我们现在呢也缺少很多关键性的证据。同志们。现在新的困难摆在我们面前，是，就这些困难如果不解决的话，我们现在确实挺尴尬。首先，我们没有办法确定这个作案凶器在哪儿，也没有办法确定其他的尸块会藏在哪儿。最重要的是说，
受害人到底是不是之前失踪的这个于爱琴，搞得我们很尴尬、很被动。从目前来看啊，凶手在医学院分尸的可能性很大，因为那里便于作案，而且不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。现在对薛家健形成最大压力的证物就是那几条女士内裤，接下来我会以这个为突破口。那就要严格的清查他的过往经历，尤其是跟女性的交往过程，要仔细严查。明白，这事儿我来查。但是我觉得啊，其实我们也没必要灰心，毕竟人抓着了，在我们手里，什么时候吐就是一个时间问题。特别是这个目击证人，一看见他，一眼就认出来，说抛尸的就是这人。所以，我觉得见谅。现在就这么乐观，恐怕还为时过早吧。接下来的具体工作安排，还是没有补充的吗？我这没了，真的没了？没了。宋哲，哎，医学院那些闲置的教室、实验室、仓库，再给我仔细捋一遍，尤其是人体标本实验室，要防止他把那些不好处理的尸块混藏在里面。明白。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？大家？好，齐头并进，干活！报告，各位领导，我有个想法，下来再说。说。薛家健收集了那么多女性内裤，而且新旧尺码又完全不同，那岂不是说他很有可能是连环作案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其他受害者难道也被分尸了？那边，这边。你跟我走，跟我走，你来跟我走。你们最后一次见到于爱琴是什么时候？好像是上个礼拜5。他带着随身听走的，也没去上课。去里面搜仔细点。是啊。后来就再也没见过他了。这个情况你们有跟老师说过吗？周末出去很正常的，我们都还以为他回家了。就在里边，去吧。好的。我家媳妇管得严，不让在家出去。那天我正抽着烟，我看她出去了。大概什么时候？大概是晚上10点来钟。啊。哦，对了，警官，我那天啊经过他们家门口的时候，闻到了那个消毒水味儿。能记得是哪天吗？哦，对，就是你们来搜查那天。备完课11点左右我就睡了。是吗？那你能把刚才的话再重复一遍吗？还是2月24号的事儿？什么？从起床开始。我要喝水。这儿倒杯水。大涛，这儿笔录还有一份啊。这儿还有一份。好。包总，哎，你们这查怎么样？哦，该查的地儿都查过了，没什么新发现。啊，辛苦啊。哎，这工作嘛。卫队，有人找你。啊，卫队。哎，来了。这是于远新的大哥，刚从老家赶来。辛苦。麻烦您来一趟，就是说，请您给辨认一下一些东西，看看是不是你妹妹的，好吗？辛苦啊！走，跟我走一趟啊！来，哎，你跟着去。走。先收了吧。哎，卫队，这，你先把带我办公室，给他喝点水，让他平静。我还有点问题要问他。行嘞。也是，换谁都认不出来。要是认不出来，就没有办法确认死者身份。你还有什么证呢？那就只能用 DNA 检测。脱氧核糖核酸。行啊，这你都知道。
别废话，你这能做吗？我得去问问省技术处的人，让他们用余爱琴大哥的样本做一个比对吧。那太好。哎，还有上次送过那个床单啊，上面的黄色痕迹，我们做了个检测，证明呢是人体油脂。我们现在在做进一步的检测。还有，你过来看看这个，来，看看这个里面。看到了吗？这什么呀？压痕，其他尸块上都有。什么压痕？棕绷床。我们用的棕绷床啊有2种，一种呢是经纬线的，还有一种啊就是这种斜拉纹的。对，斜拉纹的。哦，棕绷床。其他尸块也有这个吗？都有。那就是说，凶手有可能是在蒸煮之后把尸块放到了棕绷床上，他是为了冷却。对，没错。还有这个尸块里头吧。这个水泥块是别的垃圾堆里混进来的？这个不好说，你得去找技术问问。坐，不用紧张啊，只是简单的问你们几个问题。也就是说，夜里只有大门和西门是开着的。啊，对，是，对对。哦，一直是你们俩值夜班吗？这个月是我们2个上大夜班。从晚上8点到早上8点。你们看看这个啊，这个人有印象吗？你看看，没有，没印象。这学校人太多了，我们真记不住，而且规定每2个小时我们还要巡逻一次，不一定碰得见。明白。那你们再仔细的想一想，最近有没有见过什么可疑的人，或者是发生什么可疑的事儿？可疑的人和事，啊，我们捡了一个包。对了，那是哪天晚上来着？哦，那天晚上下着大雨，24号吧。对，大概晚上10点左右，我们在门外的平凉巷里，捡了一个包，是扣在一把伞下面的，就在入档间。哎，怎么还有包啊？这没看见有人啊？要不咱们先拿回去吧？我们先拿回去吧啊！有人找，咱到我们那拿就行。当时周围没什么人，我们就把这个包给捡起来了。捡起来，反正回来打开看了看，里面也没什么东西，就有一沓那个喜帖。那包呢？在这。你看一下。怎么样？这就是个一般的水泥块啊，没有指纹，也没有血迹，就沾了点油脂。那他确实是从这个尸块里边发现的，会不会跟这个作案环境有关系？这个问题你得先找到第一作案现场，我才能回答你。来，喝点热乎的。好点吗？
还凑合。啊，那你缓缓，帮我们再留个血样，因为还有一些信息得跟你核实一下再。行啊，先歇着。行了，我来吧，你去歇会儿。哎呀，那就听我的，快去。卫队，没事吧？没事，哎，躺着躺着。我是突然想起个事儿，不知道跟你这个案子有没有什么关系？说吧，别藏着掖着。薛家健好像有个女朋友。你怎么之前没跟我说呀？不是，这个也是我猜的。这姑娘来过我们学校几回，但是每次来都是找薛家健。有天晚上，我看着他俩在那个小林子里头吵架，薛家健还打了这姑娘一把。这什么时候的事？有2个多月了吧？那之后我再没见过这姑娘了。这姑娘叫什么？姓梁，叫什么咱不知道，长得还挺漂亮。工作单位好像是轻工2厂。哦，笔录做完了。哎，不是让你歇歇吗？你又干嘛去？轻工2厂。你等会儿，我跟你一块儿去。后来我又去了七鸟路的书店，待了大概20分钟吧，然后就回宿舍了，备课到10点，洗脸、刷牙、洗脚，10点半上床睡觉。我记得你上一遍好像说的是在书店待了半个小时吧？你不用查我，20分钟。我记得很清楚，确实很清楚。25号的事再说一次，从起床开始。